姬无忧有些欲言又止，他是担心李长寿出什么问题，毕竟这可是他们杜仙门的宝贝啊，人教玄都大法师的私事。不能说。忘情上人皱眉注视着李长寿，目光关切又有些严厉，似乎是怕李长寿说错了什么话，遭遇不测。但是江灵儿已经是急切地开口了，忙道：长寿，全靠你了。是，师祖。李长寿做了一个标准的道揖，而后面露微笑，朝着牛头和那一群阴差兵将驾云飞去。他飞得很慢，笑容很诚恳，但不知怎么，从那勾魂使者牛头到其他不重要的路人阴差，此刻莫名其妙的有些想要立刻退走的冲动。不等牛头开口，李长寿又是一个道揖：晚辈人教杜仙门弟子李长寿，见过牛头前辈。那牛头顿时一阵眨眼。不是，你们是人教的？有圣人老爷那个人教啊？前辈说笑了，这天底下也不敢有人冒认圣人道成才对。李长寿含笑点头，散出了自身少许道韵。牛头又是眼前一亮，他不认识这道韵，但是感觉很玄妙。李长寿道：此地人多口杂，前辈可否借一步说话？咋还借一步？牛头有些莫名所以。不是，有话你就说呀。李长寿在袖口一摸，拿出了一块暗红色的石头。这勾魂使者的眼神瞬间变了，变得严肃锋锐，带着几分警惕，与此前那吊儿郎当的模样简直是判若两牛。他拱了拱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劳烦这边来说。李长寿当下与牛头一同迈步，朝着侧旁走出了20丈，把两群人看得都歪了头。在地府阴差杜仙门4人那疑惑震惊纳闷不解复杂的目光当中，牛头拿出了一把钢叉，轻轻地在地上一顿，一道血红色的结界将两个人的身形包裹起来。便是金仙境的季无忧也听不到两个人在说什么了。有情悬崖眨了眨眼睛，禁不住苦笑了一声。这怎么学啊？过了小半个时辰，那牛头散掉结界，轻叹一声，对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李长寿连忙还礼。牛头拿出了一只木牌，木牌上刻画着一只简单的牛头，其上蕴含着少许气息道韵。牛头正色道：道友在丰都城，若是遇到麻烦，就拿这面令牌出来，等闲不敢为难。多谢前辈照拂。不，是我要多谢你照拂才对。牛头轻轻一叹，却是并未多说什么。两个人同时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回到了各自之地。这位勾魂使者吆喝一声：愣着干嘛？都让让啊！这是咱地府的贵客，你们这一个个的皮痒了是不是？言说之中，牛头还瞪了眼那蜡黄脸的阴差将领，后者面色一变，双腿都开始打颤了。李长寿这边却是对掌门师祖与师祖夫做了一个道揖，淡定地回到了有情悬崖的身旁。搞定。当下地府阴差让开了一条大路，季无忧面露微笑，驾云带着4个人通过了此地的关卡。虽然季无忧现在跟江灵儿、忘情上人、有情悬崖一样如坠云雾，不明所以，但是这位掌门心里明白得很，自然不会多问半点李长寿之事。毕竟掌门觉得李长寿是那个再神奇都不神奇。而杜仙门5个人刚走，那勾魂使者牛头鼻孔喷出了2股白烟，二话不说突然转身，一脚将那阴差将领踹倒在地。这一脚并未用太多的力道，只是先将对方给放倒，而后扑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啊！一阵儒雅随和的巫族粗话之后，勾魂使者牛头把头套一摘，对着地上那个抱头蜷缩的将领呸了一声，骂道：你丫挺的啊，还敢仗地府的事给地府树敌，哥儿几个日子好过了，你浑身不舒坦是不是啊？你个混账东西，他妈人教的人你也敢拦？几个菜你喝成这样？地上那个已经鼻青脸肿的阴差将领连连求饶，
牛头哼了一声，舒展了一下筋骨，将头套自顾自地戴上。这头套也是法宝，很快就与牛头的身子相融，除却一点肤色差，也看不出什么破绽。牛头想了想，言道：不然来几个会写字的，写几句好话啊，稍后这5个人离开的时候挂在两边，当做赔礼。元帅，写什么呀？随便写点客气话啊，什么像什么地府欢迎你，幽冥是咱家，这都行啊。一群阴差顿时明白了一点什么，立刻开始忙碌起来。与此同时，刚飞走的那片云上，江灵儿也在瞪着李长寿。长寿，你刚刚怎么做到的？李长寿既然出手，自然就提前想好了该如何解释，甚至他还准备了3种不同的说辞。他将刚才给牛头看的那一块石头再次拿了出来，笑道：师祖，这是弟子来之前弟子的表妹灵力给的。灵力是半人半巫的血统，也是如今荒山之中罕见的巫人血脉。这块石头名为巫血石，算是巫族的信物凭证。来的路上，掌门在说地府典故的时候，曾经提到地府高手大多都是巫族出身。刚刚弟子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将此物拿了出来，又巧言应对了几句。这石头自然不是熊灵力给的，是李长寿在熊寨中压帐篷的石头堆里淘出来的。江灵儿秀眉轻皱道：你虽说得如此轻巧，这可不是那般简单就能做到之事。季无忧笑道：莫要多问长寿了，能过来不就是好事？江灵儿又愣了一下，随后老老实实地低头答应了一声。他再看李长寿时，总觉得自己这个谜一样的小徒孙身上的那一层层迷雾又多了几层。老二在哪儿收的这般弟子？应该就是某个大能转世身吧。李长寿与牛头说了什么？其实也没说太多，刚开始简单的言说了几句自己和熊灵力的表兄妹关系，而后话音一转，前辈可听说过南海海神？之后的大部分的交谈内容，李长寿都是在说自己那个海神朋友。他侧面点出了南海海神与人教、天庭、龙族的关系，又解释清楚海神如何与巫人一族结缘，又如何给巫人一族好处。李长寿话里藏话，言说这位海神有意帮巫族改善生存环境，并隐晦地表示他李长寿愿意劝说南海海神来地府一行。简单的几个小套路用完，牛头已经是将李长寿奉为了贵宾，更是对南海海神今后的驾临颇为期待。此乃一石好几鸟之计，既缓和了杜仙门一行与对方的紧张关系，将冲突接过，打开了去丰都的路径。他们5个人又能得到地府势力的少许关照，方便稍后寻找晚江与师伯的下落。更重要的，今日与牛头的一番交谈，也为李长寿在天庭立足稳定之后着手谋算地府的功德埋下了足够的伏笔。如今巫族只有2支留存，一支永镇地府，与巫族没了牵连，在入住地府之前也各自立誓不再插手巫族之事。另外一支就是纯正的巫族了，被流放到了北距泸州苦寒之地，艰难挣扎，不可出北距泸州半步。地府巫族想要帮北距巫族，这就是李长寿与牛头交谈时所得出的重要线索，并决定顺势而为，对症下药。5个人又飞了一阵，李长寿想起什么，看了眼身旁正对着天外出神的有情玄雅，传声道：有情师妹，凡事能不动手，还是尽量动嘴比较稳妥。师兄，我记住了。有情玄雅温柔的一笑，只是笑容当中多少有些无奈。长寿师兄就如一本厚厚的书，每当我觉得看到了它的部分内容，却发现那不过是前言，后面还有无法数清的页数。
得了勾魂使者的令牌，找寻晚江与真灵之事也变得简单了许多。丰都城大气繁华，自不用多表述。5个人在江灵儿的带领之下入城之后，直奔一处阴司衙门，找到了那名小吏。那小吏自然认得江灵儿，见了面就将10几只宝囊拿了出来，言说这事儿他办不成了。晚江宇的转世树灵真的找不到了。江灵儿眼圈泛红，连连恳请这个小吏再试试，后者只是一阵摇头。李长寿见状，直接将牛头的令牌拿了出来。那小吏一哆嗦，连忙请5人入内歇息，并请自己的上司出面认真查了一番，结果还是那般，人真的没了。正当江灵儿即将陷入绝望，李长寿皱眉问道：劳烦大人，可否告知我们一声此真灵投胎转世之地？既是树灵，必不会远离它诞生之处太远。这位留着2撇胡须，看起来精明干练的地府小吏顿时有些犹豫。这恐怕不合规矩吧？李长寿难得擅自做主，将师祖那10几只宝囊取了过来，自己又加了2只宝囊，凑到了这小吏面前，笑道：我们肯定不会让大人为难，只是不经意间偷偷地瞧了眼大人您的卷宗，绝非大人有意透露。这样。那小吏沉吟几声，李长寿已经是将那10几只宝囊塞入了这人的袖口，又不着痕迹地收回手掌。小吏点点头，叹道：那也并非不可，你随我来吧，其他人劳烦在此等候。一处阴暗低矮的小屋内，那小吏带着李长寿抵达此处，寻找了一番，拿出了一块玉石，对着玉石熟练的施法。不多时，玉石表面浮现出了几行小字。看着眼前这一块玉石中所展露出的讯息，李长寿心底先是稍微松了一口气，还好这位师伯跟自己的那些灵术没有任何关系。虽然这种事情的概率很低很低，而且这想法本身也很荒谬，但是李长寿之前还真的有一丝丝的担心自己不小心阳了的那几批老树中就有自家师伯的树灵转世身。而今一见地府的记录，李长寿的心底也就没有了这份担心。师伯的转世身跟自己此前没有半点关联。他转生去了一处大千世界内。李长寿仔细地看了一阵，确认自己没有记错半个字，对身旁的阴司小吏拱手道谢，赶回去与掌门一行会合。救树如救火，5个人也没敢多耽搁，决定继续一同行动，直接赶去晚江与这一世树灵身诞生之地搜寻一番，看看能否有所得。只不过除却犹不肯死心的江灵儿，以及依然坚信人定胜天花好月圆的有情玄雅，其他大大小小3男2纯阳都已经是觉得此行注定只能无功而返。李长寿道：那处大千世界距离较远，若是直接御空过去，最少也要10天半个月。弟子觉得咱们不如花费半个时辰，在丰都城内打听一下，看看能否找一些门路，用地府阴差通行的路径赶去那大千世界中。接下来还是牛头给的令牌发挥了关键作用。李长寿上辈子经常听人说起那句有人好办事，在天庭地府亦是如此。半个时辰后，5人在一名阴差的带领下，自丰都城外的景林中迅速穿行。所谓景林，其实就是地府阴差去5部洲各地3000世界中捉鬼魂的通路，与各地城隍庙相连。这里类似于月老姻缘殿的后殿，在外看只是数十口蕴含天道之力的枯井，按照玄妙的阵势排列在此地。踏入其中，你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枯井的汪洋大海中。李长寿感慨横生，大小世界当真是数不胜数，以及这地府的管理还真的是一团糟乱。天道重地竟然扔在了城外，只是弄了一点阵法防守，甚至都没怎么驻兵把守，
这是多不给天道老爷面子呀！不能多看了，再多看，李长寿现在都要忍不住开始谋划地府的功德了。若是能将地府纳入天庭管辖之列，且将地府秩序建立完全，自己的功德金身估计能够直接完成小半儿。而这些年海神教的香火功德积累，也不过是攒够了半截手指，真金手指。两相比较，地府确实是有太多的机会。杜仙门5人在那阴差的带领之下，寻到了一口写着地灵9527的枯井。李长寿还在确认这口枯井是否是正确的直达路，身着白衣白裙的忘形上人与江灵儿就已经携手跳入了枯井之中。你别说啊，这画面说不出的唯美，真是。季无忧对那阴差道了一句谢，也低头跳进了枯井中。随后便传出声音来，让李长寿和有心玄雅放心地跳进去。李长寿拿出了一只装有灵石宝材的宝囊，笑着送给那位带他们来此地的阴差，随之便扭头道：有心师妹，你先下去吧。有心玄雅却轻轻地摇头，言道：不，长寿师兄，你跳，我跳。这怎么还突然浪了个慢？他也没有推辞，知道有心玄雅是想做殿后之事，略微撩起道袍下摆，一个箭步迈入了这枯井。有心玄雅背着大剑紧随其后，眼前光影变化，周遭画面流转，前方是一片悠长的通路，到处都是轻轻闪烁的淡黄色光点。掌门季无忧在不远处等候，将5个人再次用金仙仙力包裹，施展神通，带着他们逆行而去，迅速赶往了这条通路的出口。仅仅片刻，飞过了不知多远，前方出现了少许亮光，这条路已经到了尽头。